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，恶人却能飞黄腾达？如果你曾经为这个问题困惑过，如果你曾经怀疑过这个世界的公平性，如果你曾经质疑过所谓的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那么今天这集视频可能会改变你的看法。上个视频我们讲了为什么要走修行这条路，今天我们要深入的第一个实修阶段，就是业力的净化和正见的建立。在开始前，我先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3年前疫情那会儿，有一个学员找到我，我们姑且称他为小王吧。他当时的状态可以用倒霉透顶来形容，刚刚创业失败，负债累累，女朋友跟别人跑了，父母还催他结婚买房，身体也出现了各种毛病，因为人到中年嘛，加上饮食方面的不安全。小王是一个好人，从他的描述和接别人电话的语气来看，他孝顺父母，对朋友也义气，从来不占别人便宜，甚至还经常做慈善捐款。按常理说，这样的好人应该有好报才对，但是现实却给了他一记又一记的耳光。他问我说，如果真的有因果报应，那为什么我这样的人过得这么惨呢？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问了他一个问题。我问他，你知道银行是怎么计算你的信用额度的吗？他说什么意思？我说，银行不会因为你今天存了1万块钱，就马上给你100万的信用额度，他会看你过去的几年的信用记录，还有你的收入状况、你的消费习惯，甚至是你父母的资产状况，这是一个综合评估的过程。因果的法则也是一样的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做好事立刻就有好报的自动贩卖机，而是一个复杂的、跨越时空的、精密的平衡系统。然后我要深刻地给他讲了讲因果的法则以及业力的运转。他开始明白，也许问题不在于因果法则是否存在，而在于他对因果法则的理解太过肤浅了。从那儿开始，小王跟着我学习业力净化的方法。半年以后，他又来到了我的佛堂。当打开门的那一刹那，我看他面泛红光，整个人的气色也好了起来。他说他新交了一个女朋友，和他一见如故，2个人就像是灵魂伴侣，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再后来，我只能从朋友圈的动态来了解他，从字里行间能看出他过得应该挺好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发现他的整个人生观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。那么现在让我来系统的为你解释什么是业力，以及为什么业力净化是所有修行的第一步。业力它的梵文叫 karma， 简单来说就是行为的能量后果。每一个行为，不论是身体的还是语言的，或者是我们心里的，都会产生一种能量。这种能量会存储在你的生命的信息场中，并在合适的条件下产生相应的结果。这听起来很玄妙，但实际可以用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理解。比如我们都知道牛顿的第3定律，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大小是相等的，方向是相反的。而业力法则就是这个物理原理在生命层面的体现。当你向宇宙发出一个行为能量，宇宙必然会给你一个等量的反馈能量。善行产生正能量，恶行产生负能量。这不是什么神秘的惩罚系统，而是宇宙的基本运行法则。那么说到这儿，你就会有疑问了，为什么好人有的时候没有立刻得到好报，或者说这一生都没有好报呢？那么这就涉及到业力运行的几个重要特点。第一，时间延迟性。就像种子种下去不会立刻长成大树一样，业力的成熟也需要时间。有些业力可能这一生就熟了，有些可能要等到下一生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做了好事却没有立刻得到好报，而有些人做了坏事却暂时没有受到惩罚。不是因果不灵，而是时候未到。第二个是它的复合性。每个人的业力都不是单一的，而是由无数个大大小小的业力组成的复合体。就像我们的银行账户一样，里面有各种的收入还有支出的记录。如果你的过去世积累了很多负面的业力，那么即便你这一世做了很多好事儿，也需要先偿还过去的债务，然后才能享受现在善行的利息。第三就是条件的成熟性。业力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，它需要适当的条件才能成熟。
就像种子需要合适的土壤、水分、阳光才能发芽一样，业力也需要合适的时机、环境、因缘才能显现结果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的善报来得快，有些人的善报来得慢，不是因为宇宙偏向了谁，而是因为条件的成熟时间不一样。第四是它的层次性，业力有不同的层次还有强度，一个小小的善行可能只能抵消一个小小的恶业，但一个重大的恶行可能需要很多善行才能平衡。这就像债务一样，如果你欠了1万块钱，每天还10块钱也能还清，但如果你欠了100万，每天还10块就不够了。以上就是对业力的一些基本传统看法，但业力并不是孤独个体的单机版，它是和大环境、群体共力以及社会氛围结合起来运作的。在佛法里管它叫共业。什么是共业呢？共业就是个体的业力等于个人的行为习惯还有能量的存储，那么共业就是群体的整体行为模式和能量场。如果一个社会整体充满了贪婪、欺骗还有暴力，比如笑贫不笑娼，那么这种群体负能量会形成一种恶业的土壤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某些恶行更容易生根发芽，反而在短期内看似成功。比如在古代战乱年代，掠夺比守法更容易获得资源，而在古代腐败的社会中，行贿可能比正直更快升迁。这不是因果失灵，而是因为坏种子遇到了坏土壤，所以发芽速度会更快。恶人顺应了负面的社会风气，短期内得势，但这种顺势是顺着社会的堕落方向走。如果一旦社会大环境反转，这些人往往会首当其冲，遭到清算。就像一艘船偏离了航线，短期可能比别人快，但最终会撞上礁石。那么如果大环境本身就是负面的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是不是只能逃离？一白的观点是，逃离不是终极的办法，因为如果你的心还是负面的，甚至是被负面影响的，就算我们换一个地方，你还是会遇到同样的困境。所以真正的关键是先改变自己的能量频率，先净化自己的业力，这样即便我们在同样的环境里，也能活出不同的结果。当然，如果有机会选择更好的小环境，比如结交善友，加入清净的社群，甚至换到更正直的国家或者制度，这当然会帮助我们更快成长。环境会影响你，但更深的环境其实是我们的内心。所以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的身体充满了毒素，你能练出强健的肌肉吗？如果你的心里充满了负面情绪，你能获得内心的平静吗？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你的业力场充满了负面的能量，你能获得高深的禅定吗？你能开发出清净的智慧吗？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真正修行传统都把业力净化作为第一步。那么业力净化有3个层次，第一层是停止制造新的负面业力，这就是持戒的意义，通过约束自己的身与意，避免造作新的恶业。第二层是清理过去的负面业力，通过忏悔、放生、布施等方式消除过去积累的业障。而第3层是积累正面的业力，通过行善、修德、利他等方式为未来积累福德资粮。只有我们个体完成了这3个层次的清理，你的生命能量场才会变得清净，你才具备了进一步修行的基础。这就是为什么在密法传统中，我们把业力净化作为整体修行的第一阶段。现在我跟大家分享几个在我从业10几年来记忆比较深刻的因为业力的净化而改变的一些案例。小 A 是一个大厂的程序员，虽然技术不错，但是财运一直很差，工资也不低，但钱总是存不住。不是家里有事需要用钱，就是自己生病了需要花钱，要么就是投资亏损。他经常开玩笑说自己是月光族专业户。学习了业力净化的方法以后，小 A 每天开始做忏悔的功课，同时坚持每个月拿出收入的1/10去做布施。
刚开始他还担心这样会让自己更没钱，但是3个月后，奇迹开始发生了。首先，他发现自己不再有那些莫名其妙的花费了，以前经常坏的电脑啊、手机突然变得很耐用。然后公司给他加了薪，理由是他的工作态度和效率都有明显的提升。半年以后，他收到了一笔意外的股票分红。小 A 说：“我终于明白了，不是我赚的少，而是我的财运被业障堵住了。当我开始了业力净化以后，财运自然就畅通了。”小 B 患有严重的失眠症，已经持续了3年，看了很多医生，吃了很多药，但效果都不理想。他经常半夜2、3点还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辗转反侧，白天也精神萎靡，工作效率极低。在学习了业力净化的过程中，小 B 深深地忏悔了自己过去伤害过的人和事儿。他主动联系了因为误会而疏远的朋友，甚至去孤儿院做义工，用行动来弥补过去的过失。不久以后，他的失眠症竟然神奇地好转了。因为他失眠的根本原因不是身体的问题，而是心理上的负担。当他真正放下了内心的愧疚和怨恨以后，身体自然就恢复了健康。接下来这个例子是我个人的亲身经历。在我出家之前，有一年我去到一个寺庙，名字叫瓦库村，那里住了60多个小孩子，大多数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。那一刻，我的心里突然涌现出了一种怜悯和酸楚。他们这么小，却过着这么清苦的生活，他们正在长身体啊，可是吃的却是粗茶淡饭。于是我没有多想，当即请了3位厨师，为这些孩子们，包括住持还有那些成人，一共80多人，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。在南传他们是可以吃肉的，于是鸡鸭鱼肉海鲜各种全都安排上了。当饭菜端上去的时候，我静静看着他们的样子，孩子们狼吞虎咽，眉眼间全是喜悦和满足。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真诚的笑容，那一刻我的心也像被点亮了一样。奇妙的是，这顿饭之后，我的生意竟然毫不夸张地翻了3倍。2个月以后，我又想起那些孩子，我的怜悯心再次升起，我又请人去设斋，孩子们依旧吃得很开心。结果不可思议的事儿再次发生，我的生意又翻了3倍。但是偷偷告诉大家，就在那个时候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好像这里面有一个规律：当我升起慈悲心，随心随性去布施的时候，生命就回馈我更多。于是我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心里暗暗地想，那么既然如此，那我再做一次，我的生意一定会翻几倍。于是我第3次请人去设斋，但这一次我心中充满了算计和期待。结果孩子们依旧吃得很开心，但是我的生意却没有变化。那一刻我终于明白，也确定了，前2次是我的怜悯心自然流露，所以感应随之而生，而第3次带有强烈的目的和执着，所以一切都落空了。后来我才真正体悟到了《金刚经》里那句话，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真正的慈悲是不带目的的，真正的布施是不求回报的。只要心里有算计，那就不是纯粹的善心，而是交换。宇宙不会被这种交易所感动。那么听了那么多的理论和案例，你可能会问，那我具体应该怎么做呢？有没有一套简单易行的日常功课，让我能够有效地净化我的业力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现在我要教你一套完整的日常业力净化功课。这套功课简单易行，但是效果强大。如果我们能坚持练习30天，你会发现生活会有明显的改变。这套功课我把它分为3个部分，第一个是晨起的忏悔，第2个是日行3善，第3个是晚课的回向。每天早上起床后，在开始一天的活动之前，我们花5分钟时间做忏悔的功课。具体的方法如下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可以是卧室，也可以是客厅，点一支香或者是一根蜡烛，如果没有条件的话，也可以省略。面向东方站立或跪坐，双手合十，用真诚的心念诵以下忏悔文，每句都要用心去体会。内容如下：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语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这句话要念诵3遍，
每一遍都要真心实意地感受自己过去的过失，升起深深的悔改之心，然后回想昨天或者最近做过的不好的事儿，具体的向他们忏悔。譬如，我忏悔昨天对家人说的那句伤人的话，我忏悔在工作中的懈怠和敷衍，我忏悔心中对某某人的怨恨和嫉妒，我忏悔贪婪、愤怒、愚痴的念头。不要害怕承认自己的过失，只有真正认识到问题，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。最后，发愿今天要改正这些过失。我发愿今天说话要谨慎，不伤害任何人。我发愿今天工作要认真，对得起自己的责任。我发愿今天要心存善念，祝福一切众生。第一部分的忏悔清理了过去的负面业力，那么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积累正面业力。具体方法是每天至少做3件善事儿，可以是身体的善行，比如帮助别人，在公车上给需要的人让座，或者是清理公共场所的垃圾，照顾生病的家人，参加义工的活动，这都算是身体的善行。第二就是语言的善行，真诚的赞美别人，安慰受挫的朋友，说一些温暖鼓励的话，或者是分享有用的信息，或者是为别人祈福祝愿。那么心里的善行别人是看不到的，我们要原谅伤害过你的人，为别人的成功而真诚的高兴，把功德回向给众生，发愿帮助更多的人，对万物心存感恩。这里有一些提醒，善行不在于大小，而在于是否真心。一个真诚的微笑，一句温暖的话，都是很好的善行。还有就是我们要记录下来，准备一个小本儿，每天记录自己做过的3件善事儿，这样既能督促自己，又能看到自己的进步。最后，不要刻意的宣扬，真正的善行是不求回报的。如果为了得到表扬而做出善行，反而会削弱善行的力量。具体参考我的那个案例。第3部分就是晚课回向，每天晚上睡觉前花5分钟时间去做回向的功课。回向就是把今天积累的功德分享给一切众生，这样不仅不会减少你的功德，反而会增加功德的力量。它也有4步。第1步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，双手合十，内心平静。第2步，回想今天做过的善事儿，在心里总结一下，比如今天我帮助了某个人，或者是真诚赞美了某个人，或者是原谅了某个伤害过我的人。第3步就是念诵以下回向文：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4重恩，下济3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当然，如果你不信佛，也可以用这样的回向文：愿我今天的善行能够利益一切众生，希望所有的人都能离苦得乐，愿这个世界充满和平和慈爱，也愿我能够成为更好的人，来帮助更多的人。最后是感恩结束，感恩今天平安度过，感恩家人朋友的陪伴，感恩工作学习的机会，感恩生命中的一切经历。如果你真的能坚持30天，你会发现你的内心会更加的平静，因为你通过忏悔释放了内心的负担，通过行善积累了正面的能量，你的人际关系也会有改善。因为当你真正开始关心别人的时候，别人自然也会对你友善，你的运气也会明显的好转。因为负面业力的减少，所以正面业力自然增加，它们就像一杆天秤，你自然会感受到运势的改善，你的身体也会变得更好。因为心理的净化往往会带来身体的健康，这是身心一体的显现。你的思维也会更加清晰，因为业障减少以后，智慧自然会显现。当你开始按照正确的方式生活的时候，生命自然会回馈给你正面的结果。以下是一白为大家制作的行动指南。既然刚才我们的理论也懂了，方法也掌握了，最关键的就是行动。我们设定一个30天的挑战，看看你能否真正的坚持，然后真正体验到业力净化的力量。我把它分为了4周。第1周我们要建立习惯，每天完成刚才说的晨起忏悔、日行3善、晚课回向这3个功课，然后准备一个专门的修行日记。
最好是笔和纸，去记录每天的功课完成的情况，然后开始观察自己的身与意，注意哪些行为可能会产生负面的业力。第2周是深化的练习，在完成基本功课的基础上，增加一项特殊的忏悔，也就是每天选择一个过去伤害过的人，在心里向他真诚的道歉。然后要提升我们善行的质量，我们不仅要做善事儿，还要在做的时候保持完全的真诚和不求回报的心态，然后开始观察生活中的变化，记录下来任何正面的改变。第3个礼拜是扩大范围，除了对人的善行，还有对动物、植物、环境也行善，比如给流浪的动物喂食，给植物浇水，保护环境，这都是。然后开始练习宽恕，主动原谅那些过去曾经伤害过你的人，在心里为他们祝福。如果可能的话，主动联系一个曾经有过矛盾的人，去真诚地化解误会。第4周是升华我们的境界，开始为陌生人，甚至为曾经的敌人回向功德，然后练习无条件的慈爱，对一切的众生都心存善意，包括那些你不喜欢的人。在我们的修行日记里写下几个内容。第1个是晨起忏悔的记录。第1个，今天忏悔了什么具体的事儿。第2个，忏悔的时候我的感受如何，是否是真心的。第3个，对改正这些过错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呢？第2部分，日行3善的记录。第1个，今天我做了哪3件善事儿。第2个，做善事的时候我的心态是怎么样的，我是否是真诚的。第3部分，往课回向记录。第1，今天我回向了哪些功德。第2，回向的时候我是否真心希望利益众生呢？第3，我有什么特别的感受。第4部分，记录我们的生活变化。第1，今天有没有遇到什么好事儿。第2，我的人际关系有没有改善呢？第3，我内心的状态有没有变化呢？第4，我身体的情况有没有改善呢？在写答案的时候，永远保持6个字：不要自欺欺人。因为这个答案除了你自己以外，没有任何人会看到。为了给它增加一些趣味性，一白做了一个挑战成功的标准。当我们持续了30天后，如果你达到以下几个标准，就说明你挑战成功了。第1个是习惯的养成，我们能够自然而然地完成每天3件功课，不需要刻意的提醒。第2个是我们内心的变化，你会明显感受到内心更加平静、宽容、慈爱。第3个是外在的改善，你生活中的某些方面会有明显的正面变化，比如你的人际关系会改善，你的工作也会顺利，身体会健康。第4个是认知的升级，你对因果的法则有了更深的理解和体验，不再只是理论上的认知，而是实际的感受。第5是你的发心清净了，做善事不再是为了得到回报，而是真心的希望利益别人。那么如果你挑战失败了怎么办呢？如果你没有坚持下来，或者没有明显的感觉变化，不要沮丧，这很正常。修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不要期望立竿见影的效果。你可以重新开启30天的挑战，但是把难度降低，比如每天只做1件善事，然后找一个修行的伙伴，互相的鼓励还有监督，最后反思自己的方法是否正确，是否足够真诚。业力净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，需要我们持续的努力还有坚持，但只要你开始了，就已经在改变的路上了。而在这条路上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30天只是一个开始，如果你感受到了效果，就要继续坚持下去，让业力净化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。从今天开始，让我们一起踏上业力净化的旅程吧。30天后，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。下一个视频，我们将进入第2个阶段，定力的培养和心念的训练。我会分享给大家阿赞传统中最核心的禅修方法，这是一个能够让你获得真正专注力的强大方法，也是开启后续所有修行的基础。如果你决定接受这个挑战，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，我会在那儿为你加油鼓励，也会回答你在修行中遇到的所有问题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点赞、分享、订阅，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制作这些内容的最大动力。让我们带着清净的业力，带着正确的见解，
继续走在这条古老而神圣的修行道路上。我们下期再见，祝你业障消除，福慧增长。